刚才黎王不是为你们说过答案了吗？12只兔子，23只鸡是正确答案。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解答这道题。假设笼子中全是鸡，那么应该有70只脚，与94只脚相比较，每差2只脚，就说明把一只兔子看成了鸡，所差的脚数中有几个2，就有几只兔子。所以兔子的数量是94减去70之后，再平分2只脚，就是12只兔子，而鸡的数量则是35减去12只兔子，是23只。以上就是答案。太子殿下，愿赌服输，你们输了，这22000两银子是我们的了。5500两银子呀，我的5500两银子，爷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！我的银子呀，我的银子！沈君逸狠狠一甩袖子，拂袖而去。我用树枝拼出了答案，我用树枝拼出了答案呢！我用树枝拼出了鸡的数量和兔子的数量，可惜晚了那么一点，和500两银子失之交臂啊！否则的话，我便能得到那500两银子奖励了。哥哥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丢脸？大家都看着你呢。哎呀，使不得，这银子我不能要。我虽然答上来了，但已经超过了你要求的时间，你赶紧收回去吧！啊，别让表哥成为别人眼中的守财奴啊！风扶摇哭笑不得，只好收了银票，打算改天交给外祖父。王爷，您寄给我的1万两银子，再加上回答问题的奖励以及收入，一共是15000两，您拿着。本王送出去的东西，还从未想过要拿回来过。本王的都是你的，你拿着就是了。记得待会儿请本王吃美食哦。好啊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小瓜，男神将银票都给我了，好激动啊！我今天一下子便多出2万两银票，发财了！瞧你那点出息！你要能成为皇后，这大半个国家都是你的。嘿，我现在还没有想过当皇后这么遥远的事情，我现在只想得到王爷的人，然后和他一起拯救大龙国。3年后，只要大龙国不灭亡，我便能获得自由。到时候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，我要去周游全世界。想要得到我的人后再离开我，哼，想得美。少女淡定地指挥着宫女太监们准备食材，波光潋滟的美眸散发出自信而璀璨的光芒，让她整个人显得鲜活灵动，熠熠生辉。沈君子嘴角不觉愉悦弯起，心中充满了无限期待。众人听说希尔大草包今日要准备美食大餐，一个个跟听到天大的笑话似的，纷纷从不同的地方赶来看热闹。他刚才不过侥幸赢了太子殿下而已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全能天才吗？我想看看待会儿他连一道汤都做不出来，将如何给大家交代。这草包每年都会整出一件事博人眼球，最终呢却沦为长安城的笑柄。放心吧，他这种不安分之人今年也会贻笑大方的。那个贱人，刚才摆了我们一道，害得我们白白损失那么多银子，光是想想老子便气得肉疼。哼，恨不得跑过去宰了他。这贱人不学无术，连锅铲都没摸过。他要是能做出一大桌美食来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哼，太子殿下，你不如找一个厨艺了得之人去和他比试一下，杀杀他的威风。本公子相信你一定能打败那个草包的。既然太子殿下和姬公子信任我，我只好勉强试一试。不过比试归比试，这快到中午了，我顺便为各位做一顿午膳。小女子太子太保嫡女林芊芊，听闻王妃厨艺了得，欲和王妃比试比试，不知黎王妃意下如何，可愿与我比试？风扶摇，你不会只是虚张声势，不敢和林芊芊比吧？哼，也是，像你这种大草包，除了吃还会干啥呀？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你还会跳山呢。你摸过铲子吗？切过菜吗？认识那些菜的种类吗？你能做出一大桌菜来？哼，莫不是小母牛做蒸笼，吹牛吧？搞不好你会将乌龟认成王八。我说哪里鬼来的傻蛋呢？原来是老鳖下的东西，王八蛋啊！瞧你一开口便屎壳郎说书，满嘴臭屁的模样，简直臭不可闻。比就比，难道本王妃还怕你不成？千万别太多啊，我担心我会输的。那就对赌5000两银子。世熙，拿5000两银票出来。云十七这一次可积极多了，满脸堆笑，屁颠的跑上前，恭恭敬敬的呈上5000两银票。我和鸡蛋各出2500两，和你们对赌，愿赌服输，谁也不许使诈。本宫宣布，厨艺比赛现在开始。你不会让本王失望的吧？本王肚子饿了。放心吧，王爷，待会儿一定撑死你，顺便让你数银子数到手软。都来坐啊！
等着林芊芊为我们准备一桌丰盛的美食大餐。嘿，老子今天非要看看某些标榜厨艺大师之人，待会儿是如何丢脸的。哼，输了可别耍赖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谁赖账谁是王八蛋，大家都是见证人。对，我们都是见证人，谁赖账谁是王八蛋。姐姐，你从小到大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连厨房都未进过，铲子也未曾摸过，吃饭都是丫鬟端给你吃的，有时候还要喂给你吃。可惜有些人还在配菜，也不知配到猴年马月才能配完，搞不好等我将所有的菜做完，他的菜还没配好，那可就丢脸丢大了。哼，君子远庖厨，再多人站在灶台边，不会做照样不会做，做菜只能由凤扶摇一人动手，其他闲杂人等别想作弊帮忙。说实在不会，低头认输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，本宫大人大量不会鄙视你的。等大家将菜做完再说风凉话吧，输不起你可以选择退出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这么急，你急着去投胎吗？哎，看一看瞧一瞧了，咱们这边的第一道菜已经做好了。孙公小宝，你那边还没动手呢，待会儿等着喝西北风吧。嘿嘿嘿，哎呀，有些人呐，明明就不会，偏要装大尾巴狼。要知道打脸可是很疼的啊！这次老子终于能赢回一部分银子了，早知道这草包什么都不会，老子就多下点赌注。哼，可惜了，还没到时间呢。你像个癞蛤蟆似的上蹿下跳个什么呀？待会儿输了银子，别再装晕了啊！你才是癞蛤蟆呢，你们全家都是。哎呦你，不，比明月楼大厨还得厉害。哎呦，你看这颜色，你看着，哎呦，哎呀，你看看啊，这比那个谁那个林芊芊做的，哎呦，这两人那没法比呀。林芊芊听着众人的喝彩声，心里慌得不得了，握着铲子的手都在发抖。哎呀，我的脸被烫伤了！我的脸是不是要毁容了啊？我的脸要毁容了呀！我这边菜都做完了，谁胜谁负，想必大家都会公正判断的。众人看了看两边的桌子，一边18道菜一道汤，颜色鲜艳，五颜六色的，浓香扑鼻，让人垂涎欲滴。另外一边只有7个菜，每道菜的颜色都不太正常，闻起来还有一股糊味。哎呦，这用得着比吗？那肯定黎王妃赢了呀！那黎王妃那厨艺那真了得，快赶上明月楼大厨了。黎王妃做的美食真诱人呐，我也好想吃啊！只要眼睛不瞎呀，便能看出是咱们这边赢。我宣布，此次对赌乃黎王妃胜出，林芊芊败北。傅扶摇，你别太嚣张了，就算你厨艺不错又能怎么样？你等着瞧，下回本公子一定会找回场子的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道水煮鱼鲜香麻辣，味道鲜美，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呢。小瑶瑶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偷偷的向高人拜师学艺了啊？还有这道红烧肉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哎呦喂，我差点把舌头给吞下去。王爷和王妃还未吃，你就吃起来，跟饿死鬼投胎似的，能不能不要这么丢脸呢？刚才是谁说，如果瑶儿比赛赢了，便将勺子吞进去？来，吞吧，别耍赖皮啊！谁说的？肯定不是我说的。哎，大家赶紧吃啊！今天咱们算是有口福了。哎，表哥，蓉蓉，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你们若是喜欢吃我做的菜，欢迎经常来王府蹭饭。瑶瑶姐，你真的很厉害，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你今日一下子赚这么多银子，让人好羡慕啊！王爷，红烧肉不合你胃口吗？如果不喜欢红烧肉，再试试别的菜。啊，我爱吃。我爱吃啊，他不懂欣赏，我懂啊。不，你做的红烧肉是这世上最好吃的红烧肉，我非常喜欢，真的。等我找到了娘，便将这个姑娘带到娘的面前。我想要告诉娘，这个美丽善良的女孩是我的娘子。探春宴下午依然进行各种才艺比试，男人们去赛马骑射，花不落和祝婉容几个少女比试绣花，凤扶摇不懂绣花，便带着春燕和春香到处走走，观赏风景。你是怎么走路的？将王妃衣裙都弄脏了！王妃饶命！王妃饶命啊！奴婢不是故意的。旁边有座赏花店，备有各种衣裙供客人不便时更换。王妃请随奴婢来，奴婢这边带王妃过去更衣。行，你带我过去吧。小宫婢眼中一闪而逝的诡计得逞的阴笑，低头领着凤扶摇走向附近的一座大殿。王妃，左边那间便是更衣处，王妃可进去更衣小憩。奴婢还有事，便先去忙了。匆匆忙忙的转身离去。你俩去门外守着，别让闲杂人等进来。是。凤扶摇心生警惕，站在房门口打量着里面。宿主，太子在更衣室里布置了媚药，想算计你，
这更衣室里竟躺着一个中了媚药的男人，你一旦媚药发作，他们便会进来捉奸的。另外，隔壁房间还躲了2个人，等着捉奸大戏呢。一盏茶的功夫后，太子殿下，奴婢刚才进来拿衣裳给一位小姐更换，亲眼看见林王妃和一个陌生男子在更衣室苟且。我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这个大草包，就算成了王妃，还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到处沾花惹草，不守妇道，真是个贱人。吴坤，去将黎王请过来，就说黎王妃出了大事，让他前来处理。皇兄把臣弟请过来，所谓何事呢？黎王妃人在何处？她出了什么事了？哎，黎王妃不会被你们设计陷害给藏起来了吧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做人可不能太缺德，否则会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的。婢女刚才进来拿衣裳，发现黎王妃和一个男子在更衣室苟且。2个丫鬟不是跟着凤扶摇的吗？丫鬟人在何处呢？此事一看，便是恶毒太子怀恨在心所设置的阴谋。凤扶摇那个傻丫头，不是一向很聪明的吗？不会这么轻易的便被人给算计进去了吧？哎呀，急死个人了！怎么还不进来捉奸啊？等得我花都快谢了。再不进来，就看不见最精彩的地方了。狗太子千方百计设计陷害你家姑奶奶，可惜啊，小丑竟是你自己。真想看看渣太子吃屎的表情啊！我这么机智，我家男神肯定会夸奖我的。皇兄还不随我进去？希望皇兄不要包庇恶人。说着，迈着大长腿，率先向更衣室走去。跟在他身后的吃瓜群众一涌而进，等着观赏一场大戏。垂落的帐纱中，床上的人正在行那苟且之事，战况激烈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呢，床上之人在干嘛呢？凤扶摇，你这个花痴大草包，饥不择食，见一个爱一个，竟躲在这种地方和男人苟且，真是臭不要脸，不知廉耻！大龙国皇室的脸面都被凤扶摇这个花痴给丢尽了。本王已经警告过你，休要污蔑本王的王妃，若再有下次，本王绝不轻饶。太子殿下以身作则，教我等大义灭亲，胸怀之宽广，实乃楷模。恭喜太子殿下，您这顶绿帽子比西北大草原还要大呢。明明是萧良娣和姬玉柔在此处和野男人苟且，有人非要乱扣屎盆子，颠倒黑白，真是卑鄙无耻。自己被戴绿帽当乌龟，原来出丑的是你自己呀！沈君逸如同五雷轰顶一般，脑瓜子嗡嗡的，两眼一黑，差点晕倒。萧良娣和姬山又不是第一次苟且了，这俩货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狗太子指使奴婢弄脏我的衣裙，原本是想算计我来着，还好我察觉到不对劲，将那2个捉奸的帮凶打晕了，扔在床上。狗太子真够恶毒的，想算计我，还想顺便让我男神身败名裂。皇兄大张旗鼓请臣弟过来捉奸，原来是想要大义灭亲呢。皇兄忍辱负重，实在是我等学习的榜样。姬山在探春宴上私自淫乱，祸乱朝纲，罪不可赦。想必皇兄是不会当缩头乌龟，包庇此等恶人的吧？当然，皇兄若是想要息事宁人，当那个缩头乌龟，臣弟也没有任何的意见。我说太子殿下，这厮睡了你的女人，被你戴了绿帽子，你可不能当缩头乌龟啊！太子殿下加油！太子殿下加油！我们都看好你，快将这厮剁了胃口吧！不剁呀，你就不是男人了，而是怂包。殿下，他毕竟是你堂舅啊，教训一下得了，别真杀了他呀。不过死了个小妾而已，皇后娘娘知道了又要责骂你了。再说，不是你让他……嗨，为了个小妾何必呢？王爷，男人被自己的女人戴绿帽，是否只会拿自己的女人出气？可是为他戴绿帽的不是另外一个男人吗？为何他只拿自己的女人出气呢？不爱自己的女人，大可以将他休了，放他离开啊！杀了自己的女人算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要真是一个男人，应该杀了那个为他戴绿帽的男人才是啊！难道说这绿帽戴着戴着会习惯，会上瘾？也是，当乌龟也挺不错的，毕竟乌龟长寿嘛。真正的男人是不会拿自己的女人出气的，而是会千方百计的保护她。你如此大逆不道，我要去找你母后，我告你状去！哼！若有下次，本宫定会要了你的狗命！滚！姬山如蒙大赦，捂着血流不止的胳膊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殿下，您真厉害，对自己的女人一剑致命，对那个为你戴绿帽的男人只给个教训了事。哎呀，那些跟着你的女人可要小心了，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你一剑宰了，一命呜呼了。福雪妹妹，我说的不是你，我说的真的不是你，你是太子殿下的正妃，他爱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一剑将你给宰了呢？所以我觉得吧，就算你偷了野男人，太子殿下也不会杀你的。凤扶摇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和殿下真心相爱，怎会做对不起太子殿下之事？你休要挑拨离间，见不得我过得比你幸福是吧？
萧良娣只是个妾室，而我是太子妃，良娣怎能和太子妃相比？妹妹胆子真肥，也很有信心。那希望你记住今日说过的话。也许是凤扶摇觉察不对，偷偷将姬小姐和萧良娣弄晕送了进来。奴婢错了，不该没看见凤扶摇上床就来向殿下禀告，恳求殿下饶了奴婢一条狗命吧。你个小贱人，我让你慌忙进墙啊！那个凤扶摇根本没在床上，你别向太子殿下禀报，说他在和男人苟且，害得我们带了一群人过来捉奸，却让太子殿下颜面尽失。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狗玩意儿，怎么蠢成这样？求求殿下饶了奴婢吧，奴婢一定不会将此事透露出去的。求求殿下饶了奴婢，奴婢当牛做马，报答殿下。将这个没用的狗东西给本宫拉出去剁了。是。乌坤将小宫婢拖了出去，交给侍卫处理。救命！不要杀我！救命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救命！太子殿下要杀我！太子殿下要杀我！玉龙，你和萧良娣不是躲在隔壁房间吗？后来是如何跑到床上去的呀？还有，你和萧良娣是负责捉奸的，为何将自己送上了床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们两个，一个是我表妹，一个是我闺蜜，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礼物送给你们，你们便收着，和我太客气就见外了。等逛完街，我再请你们去明月楼吃大餐。花不落和祝婉容盛情难却，只好勉强收下。三人一边逛街一边吃着小吃。哎呀，那边发生何事了？不会是在玩杂耍吧？我们过去看看。你在此处摆了数日摊子，让你交费，却百般推诿，说没银子。公主好心请你去当她幕僚，你竟然不识抬举，百般推却。就你这么一个衣不蔽体的穷书生，何必如此执着啊？这面子值几个钱呢？只要你答应公主的请求，公主便免去你的一切费用。你不但能吃香的喝辣的，公主还给你一笔银子，让你给你娘治病。在下虽一介穷书生，但绝对做不出那等出卖肉体和灵魂之事，恕在下不能答应公主要求。至于要交的费用，等在下凑足银子后，定会交给你们。还请大人多多宽限几日，容在下卖完字画再交。你若不答应公主的要求，便滚出长安城。就算你是官家小姐，难道你比皇家还尊贵吗？赶紧走开，别多管闲事，免得影响你爹做官。天子脚下，光天化日，你们竟敢强抢民男！就算大公主是皇室之人，难道皇室便没有王法了吗？她乃前来参加春闱的学子，是未来我大龙国的栋梁之才。春闱考试何等重要，你们竟敢百般阻挠前来参考的学子，是何居心？567，王妃有何吩咐？将这两个强抢民男、扰乱春闱考试的狗东西送到天道阁，交给李王，请王爷好好查办。王妃饶命啊！王妃饶命啊！小的只是奉命行事，是听从大公主吩咐才这么做的呀！王妃饶命啊！567，将他们赶紧带走，交给李王。是。567带着两个蔫儿头蔫儿脑的壮汉迅速离去。在下潘玉介，感谢王妃相救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不必客气。你叫潘玉介是吧？你是来长安城参加春闱考试的学子吗？为何在街上卖字画，还带着个病人？这病人是你什么人？你怎么得罪大公主啦？启禀王妃，在下是来自长安城参加春闱考试的学子，奈何家境贫寒，其母亲身体一直不好，若是将母亲一人丢在家中，在下实在放心不下。思前想后，只好千里迢迢带着母亲一同前来。哪知母亲到达长安城后突然病倒，为了给她治病，在下花光盘缠，捉襟见肘，只好前来摆摊售卖字画，却不曾想被大公主撞见。她三番五次逼迫在下成为她的幕僚，在下不肯，她便让人前来找在下的麻烦。我倒是有一个建议，能帮你解燃眉之急，你看行不行？黎王率领天道阁，负责保护春闱考试学子们的安全。他特意针对贫困学子设立了一个扶持救济的计划。凡是参加今年春闱考试的学子，若生活确实困难，都可以前往黎王府申请救助，每人最多可申请10两银子的救助金。你若需要扶助，今日傍晚可去黎王府找一位名叫云17的侍卫领取。感谢王妃提醒，在下确实困难，今日傍晚一定前去领取。潘公子，你母亲额头滚烫，似乎在发烧，这几日去看过大夫吗？是个什么情况？刚到长安城时曾去看过大夫，说是染了风寒，只是后来无钱买药，其病情越来越重。等在下售卖字画，卖出一些银子后，便帮母亲治病。这一届春闱的学子们有福了，竟能得黎王救助。那些寒门学子有黎王帮助，一定能顺利参加春闱。哎，黎王这样的人才是我大龙国的未来和希望。不错不错，真不错呀！嘿嘿，这坨牛粪还不是那么不堪吗？看来我徒弟那朵鲜花眼光也不是那么差，只是不知他心地是否善良，为人是否大度，眼睛瞎不瞎呀？是不是个恶毒的女人？嘿嘿嘿嘿，要不
老朽我帮我徒弟试一试。上次老朽碰瓷儿失败，这次办惨应该不会失败了吧？中午时分，明月楼，瑶瑶，这里的花费一定很贵吧？要不我们还是换个地方用膳。今日你买礼物送给我们，已经花了那么多银子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哎呀，别忘了，我赢了扎太子和鸡蛋那么多银子呢。不要说请你们吃1顿饭了，就算吃10顿饭，我也请得起。你就放心大胆坐下来吃吧。凤扶摇大手一挥，直接点了一头烤全羊，外加几盘精致菜肴以及一些小吃。瑶瑶，差不多行了，别点太多菜，待会儿我们吃不完，岂非浪费？哎呀，怕什么呀？我很能吃的，吃不完咱们就打包带走呗。用下作手段赢太子殿下的银子，还有脸出来炫耀？哼，真是不要脸！我说谁在放屁？如此尖酸刻薄，原来是开水锅里洗澡，遇见了老熟人啊！哎，姬玉柔，你昨日在探春宴上和你叔叔姬山乱伦苟且，被太子当场捉奸，大门被人泼粪辱骂，今日还有脸出来招摇过市啊？你的脸是树皮做的吗？怎能如此不知廉耻啊？要是我，早就一头撞死了。真是下贱龌龊，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。凤扶摇，你不要太嚣张了，我收拾不了你，自然有人能收拾你。我劝你屎壳郎搬家，赶紧滚蛋吧，别在这唧唧歪歪的丢人现眼，影响本王妃的食欲。屎壳郎，还不赶紧滚，别在那里丢人现眼了，倒人胃口，影响我们吃饭。大公主，你看那个贱人如此嚣张，又在欺负我。他不但欺负我，还将你这个大姑子不放在眼里。你昨日是没去探春宴，不知他骗太子殿下银子之事。他昨日阴险下套，足足骗了太子殿下和鸡蛋舅舅16000两银子。昨日你在场，他哪里能如此嚣张？昨日鸡蛋舅舅被他骗了银子，还被他气晕过去了。大公主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否则以后他岂不是要爬到你头上作威作福了？你说什么？谁骗了太子殿下和鸡蛋舅舅1万多两银子？谁想爬到本公主头上作威作福？本公主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除了凤扶摇那个贱人，还有谁呀？他们也来了明月楼用膳，肯定是在说大公主你的坏话。大公主，若我是你，定要过去教训教训那个贱人。长姐如母，哪有弟媳对长姐如此不敬的？绕过屏风，冲到屏风另一边。凤扶摇，你个毒妇，好大的狗胆！昨日探春宴竟敢下套骗走太子殿下16000两银子，你不但为人恶毒心肠黑，还是个贪婪无耻的小贱货！赶紧将那16000两银子交出来，否则我定会去告诉父皇母后治你的罪。哎呀，各位尊贵的客人，此处乃用膳之处，有话好好说呀，千万不可吵架生了和气。本公主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多嘴多舌，赶紧滚！你个不守妇道的贱货，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！希望你今日被王妃好好教训一顿，光丢脸面才好。大公主，你昨日去了探春宴吗？既然没去，何必乱扣帽子诬陷我？探春宴本来就能进行各种才艺比试，也能下注对赌。大公主以前不是也多次参加吗？不会连这个规矩也不知道吧？我和太子等人比试对赌，乃太子自己提出的，比试公平公正，有诸多人在场作证，且太监也有现场记录。探春宴明文规定，任何比试及对赌，钱财不可反悔要回，否则此后便再无资格参加探春宴，且罚银500两。太子愿赌服输，未曾有任何异议，你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放厥词？还是说太子输了银子，怀恨在心，想要反悔，所以派你前来，打算将输掉的银子要回去？若是如此，此后太子和鸡蛋等人便不能再参加探春宴了。长公主，你是否能帮太子等人做主，可要想清楚了。突然感到腹中一阵绞痛，忍不住放了一连串的响屁。放了屁之后，小腹似乎好像更痛了，里面翻江倒海似的，似乎有无数只爪子正在抓挠她的肠子，痛得她缩成一团。大公主拼命地捂着肚子，觉得再不去茅厕便要憋不住了。哎呀，本公主肚子痛，快扶本公主去茅厕，再不去本公主憋不住了。丫鬟们慌忙地扶着大公主直奔1楼后面的茅房，离茅房还有一段距离。大公主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便一顿狂喷，后庭如开了闸水一般，一发不可收拾。黄白之物顺着她的裤腿裙子疯狂地喷涌而出，喷了一脚一地，浑身散发出熏死人的恶臭。大公主捂着肚子，痛苦地蹲下身，感觉到两眼一阵一阵的发黑，正痛得死去活来，却看见姬玉柔也咬着牙捂着肚子，一步一挪地跑下楼来。后庭放出了一连串熏死人的臭屁，大声地尖叫着，痛苦蹲下身。黄白之物也从后庭喷涌而出，顺着她的裙摆淌了一地。两人蹲在地上，大眼瞪小眼，连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哎，大公主，姬小姐，你们也太缺德了，不能因为和殿下冲突，便在明月楼门口当众大小便，打击报复我们。你俩不能干了坏事就一走了之啊！我们得赔偿明月楼的损
损失！哎，回来呀！快给我回来！真臭，熏死个人了！这2人罪有应得，有人现眼，这下定会臭名昭著，成为大龙国的名人。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飞扬跋扈了。他们会不会赖明月楼？说是在明月楼吃坏了肚子，若是如此，明月楼说不定得赔偿他们一大笔银子。他们刚才压根就没有吃东西，怎么赖得了明月楼啊？我们赶紧离开此处吧，这地方太臭了，再待下去真的要吐了。哎呀，我的钱袋子被偷走了，那可是为我儿子治病的钱呐，这让我这个老婆子可怎么活呀？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大娘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被偷走了多少银子？哎呀，整500两银票，我打算去药店给我儿子买药的，他得绝症快死了，天天躺在床上，银子没了，我儿子也活不下去了。我儿子活不下去，我也不活了，你们让我去死了！接着哆哆嗦嗦地从腰上解下一根长长的裤带，挂在路边的树枝上，踮着脚做事要将脑袋往绳索里面套，眼睛却看向凤扶摇3人，哭唧唧的。反正我儿子也活不成了，你们就让我去死吧！花不落急坏了，一个箭步冲上前，奈何跑得太急，一下子将老婆婆给撞进了绳套，脖子卡在了绳套之中。花不落抱着老婆婆使劲地往下拽，直拽的老婆婆那张老脸憋成了猪肝色，白眼往上翻，差点当场挂了。方扶摇和朱婉容大惊失色，急忙上前一左一右地抱住老婆婆，用力地将她往上拖。500两银票啊，就是被他们拿走的。今日不将银票赔给我老婆子，你们休想离开！哎呀，我的银子呀！我可怜的儿子还等着银子救命呢，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银子呀！哎呀，我老婆子可怎么活呀？老婆婆，你之前不是说你的银票是被人偷走了吗？我们刚从明月楼用完膳出来，之前并未见过你，也不认识你，怎么可能偷你银票啊？我们刚才见你寻死，便好心上来救你，你却反咬一口，诬陷是我们偷了你的银子。老婆婆，做人不能太缺德，否则会遭天谴的。你不妨告诉大家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500两银票？你到底有没有病重的儿子？你一定是个骗子，想要骗取大家的银子，对不对？老婆婆正想反驳凤扶摇的话，突然感觉到浑身一阵的瘙痒，急忙提起内功，极力抵抗这股瘙痒。奈何越是抵抗，身上就像是有千只虫子爬似的，痒得人撕心裂肺的。至于他能控制人的心智，那是他独有的东西，名为真心话大冒险。他连我都未曾告诉过，我呀还是偷偷观察知道的。哎，你可千万不要去问他，这种毒药不会要人的性命，但是呢，会让人讲出内心中隐藏的秘密。她是我的王妃，我会操心她的所有事情，不许您老人家在这瞎操心了啊！师傅，以后您呢别再去试探她了，否则你若吃了亏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好了，我让人帮你准备了午膳，你还是先去用午膳吧。啊，今日这么开心啊，逛街买了什么呀？对了，你让5、6、7送到天道阁之人，我让人严刑拷问过了，他们也老实交代了大公主逼迫春为学子之事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交代大公主曾数次以官职为诱饵，逼迫美少年去当她的男宠。这个女人还真是丧心病狂，这是和驸马分居分出精神病了吗？怎能如此龌龊恶毒？她仗着有姬皇后撑腰，便为所欲为，实在可恨。王爷，你将此事禀告给皇上了吗？皇上将如何惩罚她呀？他们此次春闱若能高中，将来便有机会成为朝廷重臣，甚至成为大龙国的栋梁之才。如今王爷身后并无支持你的力量，何不趁春闱之前设立寒门学子救助处，专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学子？这些寒门学子太子不放在眼中，嫌弃他们贫穷没有势力支持，但是王爷可以趁机结交这些青年才俊，将他们变成你的支持力量，将来只要他们成为朝廷重臣，变成了王爷你的助力啊！啊，瑶瑶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可真的是我的贤内助啊！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瑶瑶，你是如何想出这么好的主意的呀？王爷过奖了，我以前喜欢看一些历史书，看得多了便会有所顿悟，具体如何操作，王爷看着办。我今日帮助潘玉介时，让他鼓励其他贫寒学子前来离王府向云17领取10两银子的救助金。我个人的建议是，
每个人凭借乡试考中举人的证明发送救助金，每人只能救济1次，救助10两银子便足够了，不必救助太多。毕竟救急不救穷，不能让他们将救济视为理所当然。好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去处理寒门学子救助金的事情。呱呱，他刚才又吻我了，他的吻好甜，好霸道，我好喜欢。哎呀，等他寒毒发作之后，我们便能圆房了。我好想和他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宝宝啊！别高兴太早，等他今年寒毒发作完再说吧。3年后他若因寒毒而死，那么说明他体内的寒毒已经病入膏肓了。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想办法帮他得到解药。当天下午，沈君慈将大公主做的那些龌龊事禀报给了建德帝。皇上，天道阁抓到2个残害参加春闱学子之人，逼问以后，他们交代他们是大公主之人。大公主利用下作的手段，逼迫参加春闱考试的学子潘玉介为面首。经天道阁的逼问，大公主还曾多次做下伤天害理的事情。因为事关重大，儿臣写了详细的奏章，还请父皇过目。建德帝拿起奏章一看，顿时气得七窍生烟。这个孽障，嫁给驸马后不好好过日子，竟做下这么多伤天害理之事。后来对方还是不从，他便杀了对方的父母来泄愤。如此种种不一而足，不能因为她是公主便能够为所欲为。若是不及时惩治她，势必会影响父皇以及大龙国的声誉，造成恶劣的影响。沈君慈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鬼话吗？皇姐一个女人做的那些事情和本宫有什么关系？本宫又岂会助纣为虐，帮她的面首安排什么官职？你休要胡言乱语，往本宫头上乱扣屎盆子！离王殿下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乱说。太子殿下向来克己克礼，温厚恭俭，大公主做下任何事都与太子殿下无关，你休要血口喷人。父皇，天道阁在您的英明指导下，一直在暗中保护春闱学子的安危。大公主不仅不顾父皇旨意，竟敢对春闱的学子下手，其心可诛。此事若是在春闱学子中传扬开来，势必会引起轩然大波。春闱考试即将开始，还请父皇给春闱学子一个公道。救助金并不需多少银子，儿臣用俸禄承担即可。殿下心怀天下，为寒门学子考虑周全，让他们能顺利参加春闱考试，真乃我社稷之福，社稷之福也。下官代表寒门学子向殿下和皇上表示感谢。过奖了，这些都是皇上的功劳，是皇上教育儿臣要心怀天下，对待所有子民都要一视同仁。所以这救助金实际上乃是皇上的旨意呢。好啊，放心大胆去做，朕期待今年春闱能多选拔一些人才，为我大龙国效力。这采花贼在长安城出没数日，这几日已经发生2起命案。天道阁不是在全力搜捕采花贼吗？为何现在还没有动静？离王，你是怎么办事的？莫不是将心思都放在别的地方了吧？春闱即将开始，采花贼没抓住，却逮着公主不放，此事若是传出去，何其讽刺，何其讽刺！皇上，春闱在即，离王殿下带领天道阁抓捕凶手，如今已经过去数日，却连凶手的影子都未看见。臣以为天道阁应该交由有能力之人管理。贤儿贵为公主，养几个面首怎么了？戳他沈君慈的肺管子了吗？本宫真是后悔，当初太过仁慈，没有趁他小的时候杀了他，终究养虎为患，成为我们的心头大患。这个狗杂种3番5次和本宫作对，如今更是不顾姐弟之情加害贤儿，以后他一定会为了那个位置加害于你。一儿，本宫刚刚得到令寒毒加重的药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本宫建议此事不如让雪儿出面，借雪儿之手帮我们除掉那个野种。沈君慈这个祸害，就等着乖乖受死吧。母后，你将毒药交给儿臣，儿臣让雪儿想办法。沈君慈警惕性极高，我们出面势必会引起他的警觉，万一被他发觉，被父皇怪罪就不好了。这个毒药很难弄到，千万不可弄丢了。据说由某种草药炼成，生长在天山极寒之处，味道和青菜没有什么区别，就算用银针也试探不出毒性。它对普通人没什么大碍，却是身中寒毒之人的克星。只要身中寒毒之人吃下这个东西，便会七窍流血而死。那个狗杂种做梦也想不到本宫会如此算计他。一儿，本宫一定要在你登基之前让他死，否则本宫寝食难安。你千万不可对他有妇人之仁。母后放心，儿臣更想让他死。狗杂种昨日和凤扶摇那个贱人在探春宴上合谋算计儿臣，让儿臣和鸡蛋舅舅白白损失16000两银子。这个王八蛋阴险狡诈，凤扶摇那个贱人，本宫也想让他去死。曾经他将本宫视为神明，如今将本宫视为草芥。
这个贱人一定是因为本宫没娶她为王妃，从而怀恨在心，对本宫百般报复。等收拾完那个野种，至于那个小贱人，你想怎么收拾便怎么收拾。探春宴上有萧良娣与姬山苟且之事，本宫也听人说了，本宫也将姬山找过来，狠狠骂了他一顿，令他在家闭门思过。萧良娣那等下贱之人，杀了便杀了，死不足惜。母后定会帮你寻几个貌美的侧妃，你不必难过。我说你这脑袋怎么像榆木疙瘩似的，比你师兄还不开窍啊？你师兄至少被我调教之后还能明白情为何物，你倒好，油盐不进。哎呀，行吧，你说什么便是什么，你高兴就好。哎，小鱼儿，你中午要不要在这里蹭顿饭再走啊？哦，不了，我忙得很，东西送到了，你好好收起来。女人太麻烦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成亲的。哎，小鱼儿，希望你记住今日说过的话，到时候可别打脸啊，毕竟打脸可是很疼的。哇，好美的首饰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首饰。小姐，王爷对您真好，不像隔壁太子府纳了一个姬妾又纳了一个姬妾。哎，奴婢听说今日太子又纳了一个绝色美人，再这样下去，太子府怕是要装不下这么多美人了。啊，二小姐嫁给太子真是可怜，每天要和那么多美人争宠，她过得肯定没有我们家小姐幸福。太子那么花心，哪像我们家王爷，对小姐温柔又专一。这离王府除了小姐这位正妃，连侧妃都没有，更不用说姬妾了。我还听说，男人将银钱花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王爷为小姐买这么多金银珠宝，又给了小姐这么多银子，心肯定在小姐这里。你俩懂得还真不少。我们呢，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，至于别人，与我们无关。这天中午，沈君慈没有回来用午膳，听说采花贼在今日凌晨又害死一个姑娘。沈君慈带着天道阁的将士全城搜查采花贼。小姐，二小姐来了，说是来看你的。二小姐？她来干什么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她来能有什么好事啊？带我去见她，我倒要看看她又要作什么幺蛾子。凤福雪，你来干什么？离王府庙小，装不下你这尊大佛，好走不送。姐姐，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蜂蜜桂花糕，每次我买了蜂蜜桂花糕，你都会求我分你几块。有一次你生病发烧，想吃蜂蜜桂花糕，我偷偷跑去为你买了一盒送给你。说完，对凤扶摇袅袅婷婷扶了扶身，起身离去。哼，凤扶摇，你就等着变成黑寡妇吧。只要一想到你马上就要变成寡妇，我这心里便痛快的要命。春香，拿银针来，试试食物中有没有毒。打死我也不信，这女人费尽心思会有这么好的心。春香拿来银针，将每种食物都试了一遍，连鹿茸都没有放过。小姐，银针没有变化，二小姐送来的糕点没有毒。奴婢记得你小时候特别爱吃蜂蜜桂花糕，有一次你落水发高烧，烧糊涂了，哭着喊着要吃蜂蜜桂花糕。二小姐偷偷跑出去，为你买了一大盒蜂蜜桂花糕。奴婢呢，是将这些桂花糕收起来，留着您慢慢吃，还是拿去扔掉？小瓜，你能查出这些食物中放了什么毒吗？这些食物没有毒，但都含有酸乌草药成分。酸乌草对普通人没有任何影响，但是对身有寒毒之人会使病情恶化，甚至死亡。不是我要找小官，太子千方百计想加害王爷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手上呢有一批助兴的药丸，可以让男人快乐加倍。扎太子那方面不是不行嘛？你呢去找一个信得过的中间人，去青楼找一个小官，小官最好能和鸡蛋搭上线，让小官对外宣称他手上有一批效果极好的助兴药出售，不过价格稍贵，一颗药丸2000两银子。一颗药丸要2000两银子，这可真是比金子还贵啊！王妃，价格这么贵，太子会买吗？你放心吧，他一定会买的。他不缺银子，他缺的是快乐体验。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即可。药丸呢，我这边无限量供应，只要你做得好，每卖出一颗药丸，我就奖励你50两银子，中间人则抽成10两银子。至于那个小官，可以让他得到50两银子的抽成。此事先不必告诉王爷，我自己会找机会告诉他的。属下刚好认识一个这样的中间人，而且一定不会将您泄露出去。每天能供应5颗药丸，没有多余的。他空间中所有药品取完之后会自动补齐，同一种药1天之内最多只能取5次。你做了什么了不得的生意？如何赚到这么多银子的？我从来未曾听过你在做这生意啊。
昨日凤府雪送了许多点心来套近乎，我查出那点心以及鹿茸中都加了一种名为桑乌的草药。这种草药对普通人没有影响，但是会加重寒毒的症状，显然是来害你的。那一定是扎太子或者姬皇后的主意。我这里呢，刚好有一批能让男人快乐加倍的药丸，所以我就找了人，通过高价卖给扎太子。这种药丸会让人上瘾，断了药之后还会丧失功能。嘿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他敢来害你，我也不能闲着。王爷，你说对不？这种药丸断了之后会让人丧失功能，断之前会不会让太子的女人有孩子呀？王爷，这药可是毒药，怎么可能让太子有孩子呢？你放心吧，他那么坏，我一定会让他断子绝孙的。娘子真的是为父的贤内助，为父真的感到自己捡到了宝贝了。昨日为父没有回家，小鱼是否将首饰还有银票交给你了呀？海水晒盐的方法复杂吗？产量如何？你不妨说得详细一些。我要说的这种海水晒盐法，方法简单，产量极高，且十分纯净。首先需要在海边准备一大片滩涂之地，用来引入海水。海水经过反复日晒蒸发，便会出现凝结的结晶，这些凝结的晶体便是目前百姓使用的粗盐。粗盐杂质太多，味道发苦，并不受百姓喜爱，因此海水粗盐的销量并不好。若想让粗盐转成细盐，只需用纱布过滤掉粗盐中的泥沙，最后多出一道工序，便能得到细盐。如何才能进一步的得到细盐呢？王爷您听好了，接下来便是生产细盐的工序。将之前得到的粗盐放在火上开火蒸发，便能慢慢析出新的结晶体，而这种新析出的结晶体敲碎之后，便是没有杂质的细盐。王爷，这种方法便是得到细盐之法，可谓一本万利。王爷人中龙凤，志向远大，我不知如何帮你，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。王爷不妨让人试一试，看看生产效果，再决定是否投产。谢谢你，瑶儿。我的封地便在南疆苦寒之地，我会尽快找人试产。若是真的可以量产，这将是个利国利民了不得的大事。另外，我需要一间商铺，作为销售点来展示以及销售。没有想到我家娘子如此的能干呢，不但懂得晒盐之法，还懂得制作香水之法，真令为父刮目相看呢。娘子，给我2日的时间，我让人帮你腾出一间商铺交给你。那就多谢王爷啦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现成的旺铺。近日采花贼的事件愈演愈烈，你无事千万不要出门。皇上规定的期限只剩下今明2日，我们就算是把长安城翻个底朝天，都未能找到凶手。若是抓不到凶手，皇上会治你的罪吗？不用担心的，我们会抓紧时间寻找凶手。午膳后，凤府要送沈君慈坐上马车去上朝。唉，谁不想当一条躺平的咸鱼呢？可3年之后，你若坐上那个位置，便会后宫佳丽3000。你若后宫佳丽3000，我便去过隐姓埋名的富婆生活。若不赚一点银子傍身，到时候我如何当富婆呀？傻丫头，3年后想离开本王，做梦呢！今生今世，你都休想离开本王。17，待会儿你去找下小鱼，今明2日，让他务必在最繁华的王府大街买一间豪华商铺来。办妥以后，把地契拿给本王。一下子从奴婢变成主子，鼻孔朝天，得意的不得了。春草不是被太子妃打了一顿吗？脸都被太子妃用簪子戳烂了，眼睛还戳瞎一只，变成了丑八怪。他以为被太子殿下宠幸一次，便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真是天真。太子殿下后院的女人有权有势，都不是好惹的，尤其是太子妃啊，就是那个仗着自己是太子妃的人，天天耀武扬威的那个狐妹子丫鬟。前几天还借故骂了我一顿呢。切，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，死了也活该。哎，听说姬皇后今日会送10个美人过来，说是希望美人们能早日为殿下生下一儿半女，以后继承皇位。所以只有怀上太子孩子的女人才有资格鼻孔朝天。就算让我去爬太子殿下的床，我也不会去。你们看看那些被太子殿下宠幸的女人，哪个不是伤痕累累？听说了没？昨日殿下又弄死一个，抬出来时鲜血淋漓，浑身没有一块好肉，吓死个人了。哎，别再说了，若是传了出去，小心被杖毙。每次吃起来都是满满的幸福感，我真想吃一辈子。瑶儿，你愿意陪我一辈子吗？不离不弃的那种。你若对我一心一意，我便对你不离不弃，心甘情愿为你做一辈子红烧肉，绝不食言。我一定会对你一心一意的，我想吃一辈子你做的红烧肉。宿主，你知道不？太子这几日在疯狂纳妾，短短5天时间便纳了7、8个冒名小妾呢。姬皇后听说她恢复功能，亲自挑选了10来个绝色美人送过去。据说这家伙心理变态，弄死了好几个，那些姬妾们都吓得瑟瑟发抖，生怕他点名让自己侍寝呢。你妹妹凤福雪被整得大出血，昏迷了1夜才醒来。你后娘听说这个消息，差点哭死。
不是吧？快乐无极限这么厉害，能让扎太子那个废物直接变成超人，这也太离谱了。凤福雪用尽手段嫁给他，这下不是更幸福了？这瓜吃的有点咽不下呀。嘿，我刚好也想上街。小姐，王爷交代这几日不要出门，免得遇见危险。要不要过几日再去逛街呢？穿上男装，谁知道我是女人啊？乖，过来帮我更衣，再帮我梳一个男人的发髻。此事不必告诉王爷，免得他唧唧歪歪的。哇塞，我的天哪，瑶姐，你穿男装的样子太俊了，搞得我都忍不住要喜欢上你啦。小姐，你穿男装的样子确实很帅。待会儿记得叫我们公子，记住了吗？洛洛叫洛公子，我叫姚公子。下午的长安城依然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，各家商铺中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也并没有因为采花贼的事件，生意就受到了太多的影响。两位公子，想点什么送给小相好呢？本店呢有绣工精良的丝绸肚兜，精致漂亮的手绢，精美绣花的丝巾，束缚头发的抹额，还有各种做工精美的铜镜，以及银钗银手镯等等。任何一样送给小相好，都能轻易的得到对方的芳心。鬼水袋，帮本公子来10条，肚兜10条，别的不要了。鬼水袋，这么私密的东西送给小相好，是不是不太好？你这个女人怎的如此叽歪，还不赶紧帮本公子打包好？女管事暗自腹诽着，收了银票，并找回了碎银子。走，瑶瑶，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我馋了，你今日请我吃大餐，好不好？小馋猫，本公子今日让你吃个够，晚上我们去明月楼吃大餐。哎呦我的老天哪，这里藏着一具女尸啊，浑身是血，死得好惨呐！老天爷呀，这女子也太可怜了吧，看着才13、14岁的样子，不会又是采花贼干的吧？这实在是太可恶了，这采花贼，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不留给我呀？听说昨晚长安城府衙的千金失踪了，才13岁，会不会是他家千金？这和上次的作案手法一模一样啊，一看便是采花贼所为。哎，赶紧去叫附近巡逻的捕头来，快点！一个巡逻的捕头被人领了过来，迅速用被子将少女的尸体包裹起来。大家都散了，都散了！此事又是采花贼所为，天道阁正在全力追捕采花贼，很快便能将那狗贼抓捕归案。天黑之后，女人们早点回家，尽量不要在外面逗留。不如你先将他抓住再说，系统该给的奖励不会少你的。凤飞暗自决定去抓那个采花贼。和花不落往前走了片刻，便看见路边出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楼宇。哎，大爷，里边请，欢迎光临百花楼。咦，瑶瑶，这百花楼是干什么的？看着这么漂亮，里面一定有很多好吃的。洛洛，这百花楼是男人来的青楼，那个我突然不想逛了，要不你先回去吧，下次我们再一起逛。不是吧？难道你刚才被女士下判了？我会武功能保护你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再说了，你不是答应今晚请我吃大餐吗？说话要算数，不能食言啊，我的姐。两位公子玉树临风，一看便是贵人，何不进来坐一坐？百花楼不但有最美的美人为您唱歌跳舞唱曲儿，还有天南地北精致可口的美食让您品尝。无论您想要什么样的美人，我们都能满足您的要求。丰腴美艳的，乖巧玲珑的，端庄优雅的，性感迷人的。味道真是不错，香糯可口，入口即化。瑶，你也尝尝。这得咱们花了200两银子才能吃到的东西啊！200两银子啊！祖父1年俸禄才多少银子？你可真是败家娘们儿！片刻之后，一位身材高挑、容貌冷艳的美人走了进来。两位小公子，奴家便是燕来香。今日奴家身子不适，无法为两位公子表演舞蹈。不过奴家可以陪两位公子聊天，时间为半个时辰。超过半个时辰，便要按照规矩加收费用。凤扶摇取过一旁的茶杯，倒了一杯茶水，趁机将一撮一泻千里爽放了进去。采花贼是吧？害死那么多无辜少女，待会儿拉死你丫的！叶姐姐名扬天下，我们慕名前来，便是想一睹姐姐风采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惊为天人，真乃神仙下凡也。姐姐身体不舒服，便不用为我们舞蹈，我们该出的银子一点不会少的。叶姐姐只需陪我们说说话，聊聊天，我们便觉得很是满足了。姐姐的嗓子似乎不太舒服，是着凉了吗？姐姐多喝点水，千万不要累了自己。棚中有一具被子包裹的女尸，看上去可惨了。那采花贼真是好本事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被天道阁抓住。听说天道阁将长安城搜了个遍，都未找到对方的人影。我们还听说那采花贼来无影去无踪，武功十分了得。叶姐姐一定要当心，万一那采花贼来至青楼，混在客人之中，可就麻烦了。
采花贼武功那般高强，怎么可能被抓住？就算他混在客人来百花楼，我们也不怕。叶来香突然觉得腹中一阵绞痛，后面一松，接二连三的放出一连串响屁，一时间整个套房臭气熏天，闻之令人作呕。抱歉啊，奴家身体难受，不能相陪了。哎，叶姐姐，半个时辰才过去一半呢，你还不能走？奴家肚子痛，先去茅厕方便一下再回来。哎呀，叶姐姐，我们出了200两银子呢，就算你肚子痛，也得赔完我们再走啊。做人要讲武德，你不能欺骗我们的。你身体不舒服，大可以不答应和我们见面。你既然答应了见面，便要等时间到了再走，而不是蛮不讲理，随便对客人动手。要不是我们这些客人捧着你，哪会有你的今日啊？叶来香的肚子一阵接着一阵绞痛，每痛一次便会一泻千里，只有泻出来了，才会让她舒服一点。这不是叶来香吗？叶来臭还差不多，拉成这样还出来捞钱，想贱想疯了吧？欺负这俩小朋友不懂事儿，骗人家银子，这也太卑鄙了！臭小子，老子本想饶你一命，奈何你偏要自己送死！说着不管不顾，挥舞着匕首对着凤扶摇劈砍过来。凤扶摇提起内力，挥舞着宝剑迎上前去，刀光剑影你来我往，打的是不可开交。这采花贼无论是轻功内功还是剑法，都远远在自己之上。他被对方逼得步步后退，一时间险象环生。而花不落呢，被几个小丫鬟缠着，也根本脱不开身。正斗得手软脚软的时候，走廊的入口处突然传来一阵喧嚣，一个高大挺拔、风华绝代的身影从入口处向这边飞跃而来。建德帝对宋卫使了个眼色，宋卫让人将花魁带了出去。外面激烈的打斗声停下来，沈君慈俊逸的身形从外门疾步走了进来。儿臣拜见父皇，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那采花贼抓住了吗？你们夫妻俩联手抓贼，辛苦你们了。沈君慈随即看向坐在地上面色煞白的凤扶摇，疾步上前给他喂了一颗药丸，又号了号他的脉，才暗暗松了口气。那双楚楚动人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瞅着他，甚是可怜。沈君慈将他抱起来，轻轻放在一旁的椅子上。启禀父皇，采花贼乃是这百花楼的花魁叶来香，此人男扮女装，隐藏在这烟花之地，伺机作案，妄图破坏我大龙国的春闱考试，其心可诛。只是此人已经畏罪自杀了，儿臣已经下令查封百花楼，并且调查可疑人等。儿臣想要看看这百花楼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。好，好，好，此时你带领天道阁好好查一查，坚决不能让有心之人破坏我大龙国的春闱考试。陛下的这个小皇子还真是能干呢，大理寺如何也找不到的采花贼，最后让天道阁找到了。我没事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凤扶摇对他咧嘴笑了笑，闭着眼睛懒懒地靠在椅子上小憩。瑶瑶，你怎么了？瑶瑶，你不能死啊，你要挺住啊！大姐，我只是不想被爹责骂，我没有死啊！你没看见我还有气吗？谁死了还能呼吸啊？瑶儿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殿下，你家娘子都晕过去了，会不会有危险呢？啊，要不带她去看看大夫？哎呀，你还磨蹭个什么劲儿啊？啊，皇上，你也来逛青楼了？臣拜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您是皇上，皇上也会来逛青楼吗？民女花不落拜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花不落，你是花老将军的什么人？民女是花老将军的嫡孙女儿，父母去年在西疆都阵亡了。原来你就是花不落，起来吧，你打扮成这样，难道也是和黎王妃一起来抓采花贼的？是的，采花贼武艺高强，瑶瑶给他下了泻药呢。我没有装晕，我是真的难受。叶来香踹了我一脚，我胸口闷得发慌，要不是你给我喂了一颗药，估计我真的会晕过去。其实我是担心爹骂我逛青楼，所以才装晕的。哎，洛洛呢？他待会儿怎么回去啊？花不落没事，我叮嘱司空小宝送他回家呢。瑶儿，你今日实在不该以身涉险，你发现叶来香是采花贼，应该及时告诉我，让我来对付他，而不是拿你自己当诱饵去拦着他。这样做真的太危险了。此人武功高强，狡猾多端，若是正常打斗，你绝非是他的对手。瑶儿，以后这样的傻事莫要再犯了。你若是受伤的话，我会心疼，我会难过的。我偷偷给他下了泻药，你看他拉的到处都是，都快拉成软脚虾了，哪里还有力气和我打斗啊？小瓜，我这次帮黎王抓住采花贼，系统会给我什么奖励啊？我想得到帮他治疗寒毒、治疗疤痕的药，我能得到我想要的药吗？还是说只能得到其中一部分？我这次命都差点没了，求求系统满足我的要求吧，下次我一定更加努力。系统会给你什么奖励？我现在也不清楚。若有奖励，奖励会在完成任务后24小时到账。你我已是夫妻，总之你永远都不许离开我。好了，你先躺一会儿吧，我去让人为你做一些药膳粥过来。
小瓜，男神说想照顾我一辈子，他对我肯定是真心的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是先睡了他再说，还是等3年之后和他和离，去过富婆的生活？沈君慈不知不觉地停下脚步，站在窗外，听着少女的心声。咦，瞧你那点出息，一看就是没谈过恋爱的菜鸟。你给我记住，男人为你花钱不一定是爱你，男人不为你花钱是一定不爱你。你好好学吧，这男人的嘴啊，骗人的鬼。你要相信男人的话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我劝你清醒一点啊，先完成任务活下去，其他的不要奢望。他为我买礼物，给我银子，只是还没有给我房子而已。我想他一定是爱我的，完成任务和与他谈恋爱，二者并不冲突啊。我的时限只有3年，帮他拯救大龙国，大龙国灭亡，我和他都会死。哎，我说洛洛，你能不能别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呀？我虽然帅得惊天动地泣鬼神，可我是个真正的男人啊！看到我胳膊上的肌肉块没？这么多块都鼓起来了，你有吗？本公子骑马射箭，舞刀样样行，不信我俩比试比试。我敢打赌，比试骑马你肯定骑不过我。就你这种娘们唧唧的玩意儿，比试骑马是吧？比就比，谁还怕你不成？输了的待会儿请赢了的去明月楼吃烤全羊，你敢比吗？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？我今儿就让你瞧瞧真正的爷们儿是啥样的。哎，我们从这里策马到西城门，先到的算赢，后到的算输，如何呀？夜色中，2匹骏马风驰电掣般冲了出去，沿着长安大街飞快地跑向了西城门。从百花楼到西城门，起码至少要半个时辰才能够到达。两人是争先恐后，拍着马屁股，一路跑得飞快，速度几乎不相上下。司空小宝望着少女英姿飒爽的倩影，潇洒利落的动作，优美挺俊的身姿，直看得心醉神迷，怦然心动。洛洛，加油啊！我马上就要超过你了，快加油啊！杨强，西门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还不快一些？司空小宝却偷偷地加了加马肚子，让马儿的速度稍稍慢了下来。花不落先一步到达了西城门，司空小宝稍微慢了那么一丢丢。杨强，我赢了，你今晚请我去明月楼吃烤全羊去。你这个憨货，前面跑得挺快的，后面怎么就慢下来了呢？我们就差2步，就2步啊！这要好，你害得你主人今晚要损失1头烤全羊了。哼，我打死你，我打死你这个憨货！瞧你点出息啊，自己技不如人，竟拿马出气。我们比试前就约好了，谁输了谁明月楼请客。你不会想赖账吧？我司空小宝烟酒鼎，怎么会赖账呢？愿赌服输，绝不赖账。走，哥哥今天请你去明月楼吃烤全羊，明月楼的烤全羊可是出了名的好吃，保证让你宾至如归。这还差不多，一个大老爷们儿别总是娘们唧唧的，输了便是输了，愿赌服输才是大丈夫所为。两人骑着马向东城门所在的明月楼奔去。你说什么？谢来香刺进百花楼被天道阁查封，谢来香待在百花楼不是一向隐秘吗？他为何不暴露身份？百花楼怎么会被查封呢？是个废物，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。本王听说这次春闱有不少太子党去找过草包太子，想让他们的人上榜，以后成为太子党重要支持力量。不如我们去为他们添把火，让这次春闱成为大龙国最难忘的考试。若让司空爵背上一大口黑锅，离王还能独善其身吗？若让太子同时成为众矢之的呢？我们岂不是一箭双雕了？别忘了，钱伊森拿了我们不少银子，是时候用一用这颗棋子了。你我不过是父皇的棋子，若任务失败，你我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就知道哥哥最聪明了，我们神不知鬼不觉，潜伏在大龙国皇城，时不时便高考试，大龙国就离灭国不远了。哎，皇兄，你和草包太子不是一向合作的吗？这次你为何连他也要一起算计？边与他合作边算计他，二者并不冲突啊。谁让他是大龙国太子呢？傻丫头，认识你真是太好了，真想每日就这样抱着你入睡，一直到天荒地老。如果3年后你我都还活着的话，我便要把江山都捧到你的面前。如果3年之后我们都死了，只要可以跟你在一起，我也觉得是幸福的。风扶摇次日早晨醒来，沈君慈已经上朝了。他活动了一下四肢，心口已经不再发闷了，也不再那么痛了。他急忙看向空间，发现蒋丽还未到，不由得有些失望。小姐，您睡醒了。王爷临走前吩咐您用完早膳便用药，千万不能忘记。另外，王爷还为您备了一份礼物，说是您用完早膳再拿给您。您今日身体怎样？有没有好一些？王爷为我备了一份礼物，
他还从来没有送过礼物给我呢。难道铁树终于要开花了？还是说被我这舔狗的献身精神给感动了？春燕抱着一个匣子走了过来，当着凤扶摇的面将它打开。王爷竟然送了小姐一张纸。这是什么纸啊？还得用匣子装着。哼，王爷说帮我腾一间商铺，没想到今日便将地契送了来。他这办事效率实在令我佩服。不过他不必将地契交给我，我只需要有个地方能做生意就行。小姐，您真的打算做生意吗？您打算做什么生意呢？你以前在凤丞相府从来没有做过生意，也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。上古地位低下，且操劳辛苦，搞不好还会亏本。听闻他们又要进货又要卖东西，还要和不同之人打交道，没有一刻消停。您现在乃是离王妃，身份尊贵，而商人身份卑贱。若是您去当商贾，会不会被大龙国皇室指责？是啊，小姐，离王府不缺吃喝，如今您掌管王府中馈，王爷对您情深意重，还放了300万两银子在您这儿，您何苦自降身份，要去吃这个苦头呢？做生意这种事情，不会也能学着做的，谁生下来就会所有事的呢？你们要记住，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。如今离王府看似风光，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个世界上，无论什么地位的人，只有经济实力强大，才能有话语权。哇，我爱吃的羊肉汤，火腿嫩笋、樱桃肉、桂花鱼翅。王爷今日为何对我如此关心？难道是因为我昨日帮他抓住采花贼之过？估计是。嘿，不说了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凤扶摇吃着某人为他特意定制的美食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心中满满都是幸福甜蜜的味道。难道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吗？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太甜蜜了。下午凤扶摇激动的连午觉都没睡，查了无数次系统，想看看系统奖励到了没有。然而让他失望的是，系统奖励还未到。小瓜，系统会奖励我的对吧？系统不会将我遗漏的对吧？我想要的药，系统一定会奖励给我的，对不对？宿主，这已经是你第38次问我了，再问下去系统都要冒烟了。这不是还没到24小时吗？要有耐心嘛。至于奖励什么，到时候不就知道了。系统小瓜干脆当缩头乌龟，装聋作哑不吭声。系统不到账又不是他的错，他都快被这个丫头给骂傻了好吗？原来他不开心是因为未得到为我治病的药物。我跟你讲，那间商铺可带着一套不错的宅院，是送给你的礼物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。瑶儿，你若是需要我给你安排人手，你便告诉我一声，你想吃什么便告诉来福，让他去准备。谢谢你，商铺很好，我很喜欢，需要人手我也会告诉你的。宿主，奖励到了，它到了啊！为何只有一种药啊？我要的不是2种吗？这也太坑爹了吧！小瓜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有没有贪污我的奖励？再这样坑我，我可撂挑子不干了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，我怎么会贪污你的奖励呢？我是那么贪婪的系统吗？我是天下最正直的系统，骗你是王八蛋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这个系统不会坑你的。可能治疗寒毒的药比较难搞，需要完成更加艰巨的任务才能实现。